你能想象吗？一个已经退休8年的新疆老警察，端午节刚过，突然被中纪委带走。可真正被吓到的不是新疆官场，而是远在几千里外的北京公安部。朋友们好，我是江峰。要说王小红这几个月过得是真不踏实。3个月前，他刚从越南返航落地，就在机场被中纪委请去问了话。人虽然回来了，可那把刀从此就一直架在他脖子上，寸步不离地跟着。就在上周，他还强撑着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的身份跑去河北调研。可他万万没想到，前脚刚回北京，中纪委的冷刀子又从斜刺里杀了出来，精准无误地砍向了他的大动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原副主席、公安厅长朱昌杰落马了。很多人一听这名字纳闷，朱昌杰不就是个早就退休的新疆老警察吗？跟中南海的大总管习近平的刀把子王小红能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去了。朱昌杰身上套着一个极其显赫的头衔——中国警察协会副会长。而这个协会的会长是谁？正是王小红本人。你想当个地方公安局长，你想向王部长表一表忠心，简单，你只要给中国警察协会交一笔数额惊人的赞助费，或者帮协会的项目拉几笔千万级的企业捐款。等朱昌杰这个副会长到你那儿调研的时候，你安排超规格的接待，把当地的煤老板、地产大亨一个一个介绍给朱副会长。您想啊，在那种超规格接待的秘密包厢里，朱昌杰随身的提包里会不会就藏着一支正在无声转动的录音笔？朱副会长吃饱喝足，包里的录音笔也把你那份效忠状给录了进去，回去在王会长耳边一吹风，你的投名状就算递上去了。用不了多久，你就能红光满面的升官。而比买官卖官更可怕的是这个协会的另一重身份——跨国黑金的洗白机器。那些盘踞在东南亚的电信诈骗、人口贩卖、金三角的毒品、走私，如果没有国内公安部的顶级保护伞，他们敢这么明目张胆地用国内的银行、电信系统转账洗钱吗？这些浸透了普通人血汗的脏钱，最后是怎么洗白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警察协会巧立名目，变成各种研究经费、设备采购、考察、补贴，最后稳稳当当地落进了福建帮和彭丽媛、山东帮的私人腰包。这是一个披着警服的特权分赃集团。现在中纪委副书记刘金国突然出手，趁着端午假期把朱昌杰这个影子二掌柜当场扣了，还直接查抄了警察协会的底账。王小红这几年在全国收了谁的黑钱，提拔了谁，谁在背后替他跑腿，甚至海外那些电诈园区跟第一夫人家族有没有资金往来，现在全摆在了刘金国的案头上。此时此刻，全国各地那些平时耀武扬威的公安局长，估计都在一边擦冷汗，一边忙着烧照片、毁账本，因为他们看懂了一件事：王小红连自己的二掌柜都保不住了。谁要是再敢自称王部长的人，谁就是下一个去监狱排队的死鬼。那么问题来了，王小红是福建福州人，是习近平闽江时期的头号家奴；朱昌杰是山东菏泽人，是在新疆深耕了40年的边疆老警虎。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到底是怎么勾搭到一起，关系铁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种地步的？这就得从中共政法系统内部那条最隐秘的派系说起了。王小红和朱昌杰都是1957年生人。2010年代中期，王小红被习近平从福建一路调往河南，随后进京掌控北京市公安局。而这时候的朱昌杰，正因为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后铁血维稳有功，稳坐着新疆公安厅一把手的位子。每年在北京开的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这两位正当壮年的省级公安掌门人自然会坐进同一个会场、同一张酒桌。但真正让他们对上眼、结成生死同盟的是习近平的福建帮和彭丽媛的山东帮。这两股势力之间的政治勾兑，习近平要搞个人独裁，要终身执政，就必须死死攥住刀把子。而他在朝堂上最信、最依仗的就是大管家蔡奇
和刀把子王小洪。可福建帮有个硬伤，根基太浅，在北方，在中西部的公安系统里几乎没有底盘。偏偏彭丽媛的山东帮，尤其是以菏泽东明为内核的那个外戚乡党圈，在北方，在政法和宣传系统里早就悄悄筑了巢，扎了根。而朱昌杰正是彭丽媛在政法系统里最看重的山东菏泽老乡。王小洪要在全国公安系统里拉帮结派，清除异己，就必须求得山东帮的全力支持。朱昌杰要更进一步，要保住自己退休后的家族利益，也得投靠习近平身边的红人王小洪。于是在第一夫人的政治默许下，王小洪的福建帮和朱昌杰的山东帮就在全国公安厅局长的酒桌上一拍即合。而这两个人的分工大胆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王小洪他在中南海给习近平看家护院，举着肃清孙立军政治团伙这根政治大棒，在全国公安系统里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清洗，把不听话的全打下去。朱昌杰则负责提供黑账和渠道，因为朱昌杰是全中国最懂怎么洗白维稳黑钱的人，正是新疆反恐维稳铺设天网监控系统最疯狂的时期，几千亿上万亿的财政预算和援疆资金打着国家安全反恐机密的旗号，不经审计哗哗地流进新疆政法系统。这些钱怎么花，怎么拿去跟各地利益集团打交道，朱昌杰门清。王小洪要在公安部之外另起一个不受中纪委不受国务院监管的地下小金库，朱昌杰就是最完美的操盘手。这两人的交情铁到什么份上，凡是王小洪不方便出面不方便表态的见不得光的事儿，全由朱昌杰顶在前头。朱昌杰见地方公安叫协会调研，接触企业资源叫课题赞助，设备研究培训合作，看看中国东盟警学论坛就明白了。台面上他讲的是打击跨国犯罪、区域安全治理、电信诈骗、虚拟货币、毒品犯罪，听起来全是正经词。王小洪在这种场合可以视频致辞，远远露个脸。真正把会开起来，把地方公安和外部资源串起来的是朱昌杰这种协会副会长。他知道哪些企业通过警务项目搭过线，哪些会议表面上讲打击跨国犯罪，背后却把东南亚、电诈、资金和公安保护伞串到了一起。在王小洪的庇护下，朱昌杰不光在警察协会里大肆敛财，他的老部下，他的大秘高志敏，甚至他主政过的阿克苏地区连着3任地委书记，全都成了这张权钱同盟网上的蚂蚱。他们以为这张网上头有第一夫人罩着，有公安沙皇护着，可以万无一失。只可惜中纪委副书记刘金国这一回直接打狗断手。朱昌杰只要一开口，王小洪和彭丽媛在政法系统里编织了10几年的这张菏泽帮和福建帮的权钱大网就会彻底灰飞烟灭。如果说中纪委切断中国警察协会那条地下洗钱链是摘掉了王小洪和第一夫人的私人钱袋子，那么在军队里一场改朝换代正以一种隐秘却震撼的方式在解放军报的版面上悄悄拉开帷幕。很多观众朋友平时不爱看党报，觉得那上头全是枯燥的八股文，其实中共政治最要命的精髓恰恰全藏在这些外人看不懂的黑话里。我们来看最近的一张解放军报头版，6月20号周六，在解放军报4个红色大字的报头正下方，最显眼面积最大的那张照片给了谁？图说写得清清楚楚，第77集团军某旅开展实弹射击训练。这第77集团军在2017年军改之前的番号是驻扎在大西南隶属成都军区的第13集团军。这是谁的部队？这是张幼霞的绝对基本盘。他18岁入伍就在这里，带着这支队伍两上老山前线，杀人见血，从连长一路干上去，上上下下全是他过命的兄弟。在老习的军中，嫡系被清洗的七零八落，军委大清洗进入尾声的当口，军报不放对台一线的东部战区
偏偏把张幼霞的部队真刀真枪实弹射击的照片搁在了最显眼的报头正下方。这就是张幼霞的人马，手握陆军铁拳，给全军压阵定调子。潜台词很简单，谁要是敢不服，这就是下场。这篇文章的正文公开点名的第72集团军驻地在浙江湖州，正是何卫东当完31军参谋长之后直升中央的发迹跳板。何卫东在这儿当过军长，安插了无数自己的关系户。可这篇军报开篇是怎么写的？他说，第72集团军某旅的训练，龙虎榜上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士李家伟登顶了。报道还专门补了一刀，而以往经常亮相的比武专业户并未出现在名单中。公开点名的第72集团军，这是一张地地道道的习派将领清除令。你想想，过去的比武专业户那是谁？必须是何卫东关系户认可的连队。这个信号就太清楚了。站队何卫东的那波人指定谁是比武专业户的，现在完全出局了。到了周一，军报又甩出一篇重磅评论，破除训练虚功，瞄准打赢用尽，一竿子戳破了统帅集团最得意的那个心智战斗力泡沫。文章痛批，凡是需要攻坚、见效慢、成果不好量化的新科目，就根本不纳入计划，甚至生造了一个新词，叫危险计论，直接给这种做法定了性，政绩观出了偏差。政绩观偏差这5个字在地方上是胡温用来查处马兴瑞、方红卫这些老习的人马乱修政绩工程、掏空财政的，而搬到军队里，政绩观偏差就是用来收拾何卫东、苗华这些人的马仔，大搞花拳绣腿、形式主义练兵的。军报现在头版亮出第77集团军，再在何卫东的老巢点比武专业户消失，在评论版讲破除训练虚功。军队里的习派将领正面临边缘化，这已经是再清楚不过的信号了。靠31军、靠东部战区老关系吃饭的人，发现老关系不灵了，那些吹得天花乱坠的漂亮成绩单也再没人信了。中共的元老们这一次是铁了心不给老习的人马留任何退路了。当然了，咱们普通人犯不上去趟中南海这趟浑水，可面对生活的压力、多变的环境，护好自己的身体，养好精力，才是最该做的正事。说到调理身体，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咱们的老朋友普瑞堂，他们家的玄宝黑参特别适合经常熬夜、容易疲劳的朋友。现在正赶上普瑞堂的特别福利活动，而且全球包邮，只要单笔订单买满$500，就送您一根珍贵的普瑞堂玄宝黑参，多买多送，上不封顶。下单结账的时候，别忘了输入咱们的专属优惠码 GF， 就能稳稳享受折扣，拿到这份黑参赠礼。希望大家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年月里，都有一副健健康康的好身体。好，言归正传。王小洪、蔡奇、彭丽媛这3位曾经红极一时，能在中南海横着走的新权贵，如今已经走到了他们政治生命的最后3分钟。当王小洪把中国警察协会当成自己的私人提款机、跨国洗钱中转站，当成地方诸侯买官卖官的通天会所时，他绝没想到，这本他用来攥住全国公安百官的生死簿，今天反倒成了中纪委按图索骥的催命符。朱昌杰这个影子2掌柜被带走的那一刻，王小洪在全国公安系统里收了谁的保护费，提拔了谁，谁在背后替他洗钱，全都暴露在了阳光底下。没了这笔见不得光的黑金撑着，王小洪那个所谓的警界兄弟会转眼就得分崩离析。那些平日里对他唯唯诺诺的省市公安局长，现在一个个都忙着划清界限。何卫东和苗华苦心经营的31军俱乐部，本以为靠着给习近平吹武统台湾这个政治肥皂泡，就能在军中千秋万代，只可惜在老军头们的绝对实力面前，这群只会比武走过场、靠拍马屁上位的关系户、比武专业户，在军报接连2天的点名清算里，被剥得连皮都不剩。
用编制内的套路搞政变，先抓你身边的人，查你外围的账，换你系统里的干部，让你还坐在那把椅子上，可底下已经没人敢听你的了。一个庞大的独裁帝国的皇帝就这么着被彻底架空，最后塞进历史的垃圾桶。好，今天这盘棋的底牌咱们就先看到这儿。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析对您有启发，帮您看清了局势的走向，别忘了点赞、订阅，再打开那个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接下来的每一期更新。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咱们一块探讨。感谢大家收看，我是江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